我跟罗振宇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失去小孩子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我们越长大越喜欢活在那个世界里。我很喜欢一个清朝画家，我就有一次有机会，我就买到了一幅他的画，画了一个莲藕。然后有专家到我的家里面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说你这幅莲藕是假的，不是这个清朝画家画的。然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把它卷起来，把这个卷轴卷起来就收起来了。然后后来这个专家就替我找到了一幅这个清朝画家的真品，他说我这次已经找到一幅真的了，可是画的不是莲藕，是别的。我也觉得很棒。然后把2幅放在家里之后呢，我把真的那一幅收起来，我把那个假的莲藕挂出来。我还是喜欢那一幅莲藕，它给我的安慰比较大。我不在乎它是真的假的，我在乎的是我从它当中得到的力量。如果有注意我在社交平台上的表现的人，会发现我关注人的数量非常大，就是那个社交平台能够容忍你关注多少人，我就关注多少人，因为那个就是我想要享受的事情，我想要认识所有我好奇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每次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个对方就会透过讯息问我说：“蔡康永，你是真的吗？”然后我就回答说：“我是假的。”然后对方就会吓到，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是我这个回答是真心的，我是假的。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假的，就是大张伟出那么多音乐作品，上那么多节目，能够真的遇到他本人，在路边看到他，摸到他，说大张伟你是真的的人非常少。我是真皮的，你摸我啊！能够摸到李诞、摸到郑宇兄的人都非常少，所以大家都只透过书的封面、杂志的封面、节目、网络看到我们。我们对他们来讲，在与不在无法求证。这一场辩论，你们心里面都各自怀着不一样的主张，可是为了完成这个仪式，我们用尽全力的表现。观众会认为我们在吵架吗？当然不会。观众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可是他依然从当中截取到了他要的力量。所以我其实很反对揭露偶像的真实生活。我们需要那些偶像。你为什么要揭露薛教授？他作为一个学术偶像，你不用揭露他另外一面给我看，那不是我要的，因为我截取的力量不在于那一面。他私生活如何，我不想知道。我不是特别讲你啦，就是说所有我们台上的人，我都不想知道大家的私生活，因为我需要我来自大张伟的力量，来自李诞的力量，都是我需要的，而不要知道那些破坏角色设定的力量。就是说完了，我们就都是假的人，就是我们不存在，我们是虚构的。可是我们给了真实的力量。所以如果你要这么执着于真假，你第一个不会越活越明白，你会越活越辛苦。所以呢，我很庆幸我们人类有即使不在乎真假，都依然得到力量的这一个天赋。我喜欢这个天赋，谢谢。谢谢大家来到《奇葩说》的现场。那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男神大张伟老师是金句小王子，给无数综艺节目带来了很多欢乐。生活迷茫找不着北，幸亏你认识了大张伟，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不要肯放弃，少壮不努力，老大开夏利啊！夏利现在也不错啊，挺好的，干嘛说人夏利啊？名花虽有主，我来松松土啊！想要生活过得去，没有这句，没有这句吗？没有这句吗？哪有这句？想要生活过得去，想生活过得去，得去京东超市买东西，好吗？啊！在刚刚过去的《乐队的夏天》第1季里面，我们很有幸请到大张伟老师，然后换回了他些许做乐队的乐趣。然后《乐队的夏天》第2季明年夏天播出，我们正式对大张伟老师发出邀请。太好了！是的，是的，是的，各位朋友们，价格谈得很不错，然后我一定会努力的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开场话题，你觉得你身上还有多少残存的单纯？残存的单纯。教授，您身上还残留着什么单纯吗？
我此刻身上残留的单纯就是汗，因为海澜之家的鹅绒服真的很保暖。他有一个不单纯的事情，他刚刚没跟我们这几个人讲，他收了一个礼物。再拿出来看一下，拿出来看一下，拿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素描哎，素描啊。哇，画的太好了吧！这张图的名字叫什么？家里有事儿了，是不是？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呢？不是，对，家里出事儿，家里出事儿了。我们有礼貌一点，画的作者在现场啊？是吗？是吗？哪位？哎呀，你画的小红帽，很单纯，很单纯。哎，你画了他不画我是为了省铅笔吗？什么？啊，他不喜欢你，他也不喜欢你，他只喜欢薛教授。谢谢。大老师身上还有什么引以为傲的单纯吗？我前两天我还想这事儿，就我觉得单纯是人活着最棒的一个武器。因为你以为你使了特多心眼儿，你以为你有好多的战术，你有好多想法，结果都会被那些更有心眼的人给弄死。然后，但是呢，你是一个单纯的人，你瞧韦小宝单不单纯？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是因为他的单纯，所以成就了他的一生那么美好的人生。所以我觉得单纯才是最棒的一个武器。好，说得好。来，我们来看一看蛋总身上还有什么单纯的东西吗？那当然了，你瞧瞧，这都已经写在我的心口上，就一个纯字儿，是吧？江小白，我们单不单纯都可以喝单纯的江小白。江小白提倡叫做纯高粱酿造，酒单纯顺口，人单纯敢说。愿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都依旧保持单纯的，如同江小白一样。京东一下一时爽，一直京东一直爽。本节目由多快豪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国民品牌海澜之家鹅绒系列羽绒服超级赞助播出。鹅，真暖和。本节目由带你去全宇宙浪一浪的携程旅行超级赞助播出。跨越山海携程安排。本节目由我单纯我敢说的江小白超级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动动手指不用跑，好家都在贝壳找的贝壳找房超级赞助播出。来，我们看看今天参与辩论的两个队，一个是鹅战队，然后鹅战队呢，为了表达他们同仇敌忾，然后所剩无几的这种信心。这个薛教授一直穿着这个鹅绒系列羽绒服。如果不胜利，不脱这个衣服，你们想不想让我脱掉这件衣服啊？什么呀，真恶心！这个女人，薛老师干什么？薛老师，脱掉这个衣服，听一听，你画的是谁？你干什么？你看看他。哎，我知道了，你为什么画素描了？那个是犯罪的那种。犯罪那种速写，对不对？那个嫌疑人长什么样的？就是长一个。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新奇葩。大家好，我叫冉光明。如果觉得这个名字不好记呢，分享给大家我的本名。我出生在河北保定，所以在户口本上我的名字叫冉宝生。希望各位可以喜欢宝生，谢谢。然后让我看一看反方江小白战队啊，介绍一下自己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奇葩，我叫新月。可能大家有点好奇，为什么我长得有点像外国人？那就因为我就是外国人。今天是我的第一次打车轮战，所以请多多关照。好啊，来看一下本场辩题。小宝贝，宝宝早点睡啊，妈心疼。哎呦，我不要。
妈妈，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学校里，老师给我讲了灰姑娘的故事。他说，以后我们长大以后也会像灰姑娘一样，穿着水晶鞋，乘着南瓜马车，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妈妈，你说我会找到白马王子吗？哎呦，你都几岁的人了，你们学校老师还骗你？童话里的故事嘛都是假的呀，什么白马王子了？妈妈年轻的时候嘛也想嫁给白马王子的呀，最后还不嫁给你那个肥头大耳的死鬼老爸，是不啦？啊！原来灰姑娘是假的。那妈妈，我再讲一个，这个肯定不是假的。爷爷走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他说，只要我想起她，我就点亮一根火柴，她就会出现。你看，我都准备好了，哎呦，我现在就要点。哎，要死快了，这个东西要着火的，怎么可以小孩子不学好，把家里点着了？我讨厌妈妈，你坏妈妈，我再也不想跟你讲话。我要打电话给爸爸。打。喂，爸爸。哎，爸爸，姑妈，我跟你说，刚刚妈妈跟我讲，她说灰姑娘的故事是假的，连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都是假的。你说这真的是假的吗？你把你电话给你妈，她怎么能跟你讲这些？我跟她说，啊，范甜甜，她还这么小，你跟她说这些干什么呢？你让她相信美好，快快乐乐长大，不好吗？哎呦，我跟你说啊，姓罗的，啊，好话都给你一个人说尽了。现在外面社会很残酷的呀。哦，你现在骗他，他长大以后怎么办？面对残忍的现实，他不是更受打击？再说看你这个样子，整天忙得要死，也不着家，也不像能够活得很长的样子。等你死了以后，谁照顾我家的女儿啊？真的是。再说了，我不想她走我的老路，对不对？我一个女人知道女人走过来有多么的不容易，我是心疼孩子。这个期望越大嘛，失望也越大呀。我跟你说啊，这种骗人的鬼话，你自己跟你女儿说，我反正是不说的。让你爸爸跟你说话。爸爸，这些故事真的是假的吗？所以啊，朋友们，父母该不该告诉小朋友，童话都是假的呢？甜甜，哎，在表演这条路上，你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罗老师了。罗老师不是我说什么，表演节奏有点拖沓。好，那谢谢两位艺术家，谢谢，谢谢大家。来，我们看题目啊，父母该不该告诉小朋友，童话是假的？正方立场是该告诉，反方立场不该告诉。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正方立场，今天俄战队。正方。谢教授，你是穿着你的鹅羽绒服，要准备站在正方立场决一死战了，是吧？当然。好的，为了那个表达对你的配合以及对贵队前景的堪忧，又来一件陪你穿上，好吧？谢谢，我以为让我再穿，我以为要再穿一件。太仁慈了。你们要是还不赢，我就不脱。嘿，您这么穿衣服，这特别像门口看门大爷哈。谁呀？二楼那个二单元那个小白在呢吗？几楼？2楼二单元。谁白呀？谁白？小江小白。好，那个今天反方是江小白战队，你看这李诞就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是你的战队吗？啊，对我们一会儿的，你们一会儿的哈。哎，一会儿，加油！如此廉价的鼓励啊，真的令人心碎。罗老师现在还依然沉浸在范甜甜前夫的那种那种情绪里面啊。您的立场是来支持一下薛老师吧，薛老师，希望你早日把衣服脱掉哈。谢谢。好，那康永哥呢？我不希望薛老师把衣服脱掉。我先脱掉啊！我先脱掉。来，现在是2正3反。来，我们请全场观众投出你庄严的一票。
红键该告诉，蓝键不该告诉，请投票。5、4、不该告诉。 3、2、1。73比27票。啊！天哪！听到你们的惊讶声，你们以为不是这样子的结果吗？秋晨，你们本来期待什么结果？没想到是接近了82。哎，这是个女孩啊！哦，你好，你好，你好。大爷，没听说你们这2楼住一女孩啊？怎么还？我几楼啊？2楼。好，那就是现在73比27，所以正方先发言。明天这一场，我们怎么做？因为基如淘汰了，所以这次我们需要临时做调换。比较好的选择就是让秋阳去打3遍，因为他是最稳的嘛。几乎所有东西都要从零开始做起。现在就缺一个2遍，想让林月去打。这意味着我在1天晚上的时间要成一篇完整的稿子，对我来说意味着非常大的压力。很想赢，真的很想赢，真的觉得组里不能再走人了。今天这场的压力也是挺大的。首尔因为发挥失常，陷入了一点自我怀疑吧。就是交流感太差了。我这一番话我是真这么想，我要告诉你。我觉得真的像李诞说的，有点跟观众之间变得陌生了，不知道怎么把那个情感连接给切断了。其实就是成长，没关系，你到时候反正你有好多段嘛。这一场最重要对我来说是找到以前的自己，这是我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来，江小白战队上场。海蓝之家战队上场。3、2、1，加油！加油！正方先发言，1遍是谁啊？我。1遍，冉高明，开始。光良老师有一首歌都听过吧，叫《童话》，歌词是这么说的：我不可能是各位的王子，但是我本人可以是大家的姐妹。来，姐妹们，咱们就愉快的唠会儿嗑，好吧？对面说不告诉，就是让孩子相信童话。什么叫相信啊？就是不把童话当故事看，而是当新闻听。你们见过这样的小孩吗？没关系，我给大家见一见。我来了。假如我就是一个相信童话的女孩，I have a dream, be a 公主。但是大家想一下，在童话的故事的世界里，会有一个公主叫宝生吗？宝生公主听起来命运是不是略坎坷了一点啊？宝生，宝生，保证能生。一个相信童话的孩子，这个日子呀没法过，因为在这个孩子的世界里，是非、善恶、好坏，他们没有原因，没有情境。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坏人，比如后妈，一个在童话里加了 V 的坏人。我就想请问，你们不告诉他，你们让二婚家庭怎么办？今天我的父亲二婚了，带来了我的后妈，我非常的害怕，问我的妈妈，后妈，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后妈面带微笑的告诉我，后妈呀是卖苹果的。哇哦！当后妈和苹果擦出和谐的火花，我还有什么活头？而且比这个更可怕的是，在童话的世界里，坏人永远都是坏人。我就问问大家，有没有想象过，有没有见到过哪个童话里的巫婆最后从良了？每一个巫婆在童话里都是干一行爱一行，坏的纯粹，坏的至死不渝。所以，如果孩子相信童话，在他的世界里，坏人没有改正的机会，而好人也不会出现变坏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让孩子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的好坏与生俱来，这是第一。第二，对方说不说，那就是要瞒。我就好奇，你瞒得住吗？家长是不是都愿意瞒小孩一些事儿？爱瞒什么？电视剧上有亲吻镜头，瞒不瞒？瞒。我们家方式特高级，我爸让我去倒水，1集情深深雨蒙蒙，我能给他倒8杯水。我后来发自内心的想问我爸，是不是一看到别人亲嘴儿他就口渴？
这件事情啊，瞒不住。如果你硬要瞒，会有什么后果？孩子啊，就会被童话所伤害。来，给大家带来2个故事。第一个新闻。安徽芜湖6岁女童为模仿仙女下凡，撑伞从13楼跳下，被8楼的空调外机撞晕，有惊无险。第2条，看看身边的故事。冉宝生，我本人7岁的时候坚信美少女战士，我认为只要变身的速度够快，我也可以代表月亮消灭他们。结果在一次变身过程当中没站稳，天灵盖撞到了暖气片，撞出了个轻微脑震荡。输了2天夜，让我明白了童话都是骗人的。我这个小身板既没有资格做美少女，也没有资格做战士。现实生活中，身体的伤害还好，心理的伤害更加难以避免。因为童话过程当中啊，那些幸福的主角都有一些特质，他们出身优越，他们长相貌美，他们被王子亲吻，他们最后获得了幸福。如果我相信童话，我就相信了什么？幸福青睐这样的女孩，只有这样的女孩才有可能得到幸福。再看看我。我没有白雪公主的出身，我没有睡美人的美丽，我也没有灰姑娘的水晶鞋，我真的很自卑。我不仅自卑在我此刻没有办法获得和她一样的幸福，我更自卑在我好像连幸福的资格都失去了。因为我不像他们那样美丽，不像他们那样家庭优越，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在相信童话是真，童话就不再是给孩子的礼物，而是孩子嫉妒和自卑的助燃物。所以我必须告诉他，我要让他知道童话不是真的，城堡只有游客会住，两室一厅才是当代公主的归宿。你不必等到你的王子，你自然还是那个美丽而优雅的公主。最后呢，我要上一个小小的价值。其实告诉孩子童话是假，但童话感是真的。什么是童话感？就是对世界抱有期待，渴望美好成真，甚至有能力真的让它成真。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哆啦 A 梦》，它算一篇童话。如果我们相信哆啦 A 梦，我们会相信什么？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等，会寻找并占有哆啦 A 梦。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假的，我们依然期待。当我们知道我们等不来，我们才会去做，才会去创造。想象一下，今天的 GPS 定位仪不就是动画片里那个小小的徽章追踪器吗？今天的3D 打印机又和那个缩小照相机有什么区别呢？帮助大熊妈妈做家务的扫地机器人，现在帮助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才是童话感，这才是童话最大的意义。与其让孩子在脑海中对童话信以为真，不如让他们在生活里把童话梦想成真。所以当我的孩子再问我哆啦 A 梦是不是真的，我希望我可以大方地告诉他，你在生活当中不会见到这个蓝胖子，因为他一直住在你的心里。只要你心怀美好，认真努力，终有一天你也可以像哆啦 A 梦一样，向你的大熊伸出援手。好，谢谢。好，来，让我们有请反方一辩。公主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要告诉小孩子童话是假的？因为童话不是假的。童话虽然讲的是虚拟的人跟场景，但它背后的道理倒是真的。我们给小孩子讲童话，不仅是为了让他们开心，也是为了给他们讲一些他们能听懂、能消化的道理。如果我们直接跟孩子说，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哦，他们就会说，你管我，我就开给你看。但是如果我们给他们讲小红帽的故事，他们反而会自己想，有道理。所以童话说白了就是小朋友能听懂的大实话。而且告诉小孩子童话是假的，是一个又懒又自私的行为。大家可能知道美国的小朋友有个特别喜欢的童话故事，就是圣诞老人，他给大家送礼物，带来惊喜跟快乐。不过这个童话故事有一个 bug， 就是我们这些犹太人的小朋友，我们不过圣诞节，所以圣诞老人就不会来看我们。所以小学1年级，大家寒假回来，大家都在说，哇，你看圣诞老人给我送的礼物，哇，好棒，你看我的。然后我就懵了，什么圣诞老人，什么礼物，怎么没有来看我？不过这个时候，我另外一个犹太人的小伙伴他就站起来，然后他说，你们别嚣张了，圣诞老人是假的，我爸亲自跟我说的。完了，全班都哭了。我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同学的爸爸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同学的爸爸告诉小，对不起，加油加油，没事没事，加油加油，没事，可以的可以的，慢慢说。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孩子的爸爸告诉小孩子童话。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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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孩子的爸爸当我们全班的面前跟所有人道歉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爸爸，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羞耻。然后如果加油加油！慢慢来，没事没事，慢慢来慢慢来。我就一直在怪自己，就我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么差，我是怎么忘得这么一干二净。要咱就说英文吧，没事。咱就说英文好不好？弄他们。没关系，我想起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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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告诉小孩子童话是假的是一个又懒又自私的行为。这个小朋友的爸爸，他告诉小孩子圣诞老人是假的，是为了让他的孩子不要哭，但他的做法反而让全班的孩子都哭，这不是又懒又自私的行为吗？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做个人，所以做个人。而且童话故事其实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的快乐，而且这份快乐我们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等我们长大了，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就比如说站在舞台上，然后突然忘词，然后没有带稿，因为看不懂自己的稿子。但是这些很美好的回忆，他们会一直陪着我们，在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来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美好，然后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正能量。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哈利波特，就特别喜欢的那种。我爸爸会把我放在他的腿上，让我一页一页的读出来。然后有一次我们读到了哈利波特遇到食死徒的环节，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就特别的吓人，因为就食死徒嘛，你们懂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回去睡觉，我怎么都睡不着觉，我越想越害怕，就比现在还要害怕。然后我就跑去找我爸爸，然后我说爸爸，我害怕。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是其他的父母，他们就是第一反应就是跟孩子说，哎，孩子那个都是假的，别想了，快去睡觉。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喜欢哈利波特，我们特别想加入他的世界，我们认真相信我们11岁生日那天我们会收到霍格沃茨的录取通知书。所以他知道如果他告诉我这本书是假的，他同时也在告诉我你永远不可能收到这份录取通知书，因为哈利波特的世界全是假的，我的梦想会被破碎。所以他就选择紧紧地抱着我，他跟我说确实很吓人，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哈利波特那么厉害那么强大。你还记得上次他遇到3头狗的时候吗？是不是也很吓人？但是他胜利了，他克服了困难，我觉得这次他也可以，你觉得呢？我想了想，我也觉得他可以。哦，这太可爱了，这谁都做不到。所以那天我就睡得香香的，就在我爸爸的怀里，以防万一嘛。然后接下来我还是每天一样，就跟我的朋友们说，以后我们去霍格沃茨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去哪个学院，每一天看书，沉迷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直到我11岁生日那天，因为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个时候我爸爸下班回来，我跟他说了，爸爸，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然后他就看着我说，没关系，可能海德维迷路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哈利波特的世界是虚构的。但同时我明白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能像真的一样陪我这么多年，是因为我有一个愿意陪我相信他是真的的爸爸。童话故事可能是假的，但是父母给我们的爱和美好的童年，那真的是真的。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确实没有去霍格沃茨，但是我一点都不难过，因为我有他这样的爸爸就够了。谢谢。好棒好棒，挺好的。很棒很棒，非常好，非常好。星月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他告诉我们，你已经到谷底的情况下，你仍然可以展现一种非常真诚的状态。现场已经这样，我只能把我全部的努力拿出来，看能不能稍微救回来那么一点点。他竟然能够把这个失误融入到他之后的观点里，这个是很强大的心和很机敏的临场反应才会做到的事情。谢谢星月，我给你介绍一下伏地魔本人。好，双方一辩，请开杠。加油，星月！加油，星月！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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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加油！高明加油！来，星月跟宝生开始。星月，我觉得你说的真的很棒。你有没有什么我讲的你没有听懂要问我的？没有，继续讲。恰恰是因为星月最后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他的父亲告诉了他童话是假的，他却感受到了父亲的爱。其实告诉的我们就是告诉的方式很重要，而告诉孩子这个结果，他才不会自卑。为什么自己是那个没有收到录取书的麻瓜，对吗？不是，我爸爸没有说是假的，他说可能海德维迷路了，他还在配合我，是我自己发现是假的。对，宝生加油啊！为什么这件事情要让自己发现？自己发现有可能会受伤，我在新闻里已经讲过了。如果让父母能够提前告知有可能伤害孩子的事情，由最有能力保护他的父母来做，我觉得真的是父母应尽的义务。那如果看童话就会受伤，那其他事情不会受伤吗？有的时候现实中的事情更容易让我们受伤。哇！棒！现实生活中的事情让我们受伤，如果相信童话，我就会认为自己永远不是公主，任何事情都让我受伤，我的生活一无是处。可是只有我知道，公主的美好是真的，故事的寓意是好的，才能更加美好。来，本方29秒。没有，我觉得我们相信童话是真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美好。就像我能一直相信哈利波特是真的，我爸爸一直配合我，他一直陪我看书，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美好，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不觉得这个不好吗？没有时间了，你接着聊，加油，接着聊。啊，我还有时间，还有12秒，说。那我就说刚才我表现得很不好，所以就跟他就是说一声抱歉，然后再说一声星月说的对。我们给正反方投票，5、4、3，很好，很好。1，正方19票获胜。厉害厉害厉害！来，冉高明加杠。哎，其实他刚才那个演讲的时候，就特别像一童话故事了，已经。是。最开始以为怎么样，但是中间你感觉一落千丈了，到后边他用一点一点自个儿那种东西，然后变得结果特别的温暖。对，其实看上去就是一童话故事。我觉得他们在这道题里面把这个星月派到一辩主场，这个心机特别深邃。就他们俩往这一摆，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童话，就是一个谎言，你知道就是。来，我们双方2辩来。好，大家好。我很理解星月的心情，就是如果有人告诉他哈利波特是假的，他的美梦就幻灭了。可是我更担心的事情是，当他11岁那年，如果没有收到来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他会不会因此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所以我会告诉他，哈利波特虽然不是真的，但是他的勇敢是真的。只要你在这个世界里够勇敢，每年你都会来自这个真实世界的录取通知书。好，我们转换一下情绪。2位小女孩讲完她们的童年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小男孩的童年。你知道吗？
父母总是认为他们为孩子营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最好的，是纯真。可是我想了想，如果小时候有一个我的男性小伙伴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好纯真哦”，我觉得他不是在夸我，他是在骂我。那么对于我们小男孩，什么东西是最至高无上的荣誉？聪明。有一天，我妈妈看我学习不努力，她为了批评我，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陈六月，你知道吗？你之所以学习成绩暂时还不错，不是因为你勤奋，而是因为你聪明。”我说：“真的吗？”因为我聪明。那一刻，我们两个都很幸福，因为我觉得自己聪明，他觉得我很纯真。这件事情回去之后，跟我的小伙伴炫耀了很久。我说：“你们知道吗？我妈告诉我，我学习好不是因为勤奋，而是因为聪明。你们几个天道酬勤，我天赋异禀。”童话这件事情，你不告诉他是假的，他身边的小伙伴多少也会告诉他一些。你想象一下，你自己还在以为你可以和小红帽和老奶奶一起进大灰狼的肚子探索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男生到你面前说：“你知道吗？狼其实是群居动物，它不会去独自敲人家家的门。”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经历智力上的降维打击，也是我第一次产生了知识焦虑。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最大的荒谬就在于，父母总是认为孩子的世界就应该是纯真的，可是他们明明有自己的追求。我想说，纯真是你的享受，而聪明是我的享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孩子看世界的时候啊，有一个特点，刚才马东老师提到了，叫单纯。可是单纯的人特别容易用很简单的方法来看待这个世界。虽然我很聪明，但是我的道德有一些问题。小时候在我班级的时候呢，我喜欢搞一个很奇怪的行为，我拿一个小本列一个好人榜，一个坏人榜。好人榜的第1名陈林月，2、3、4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而坏人榜就是那些我觉得长相上不太喜欢，当然他们也不太喜欢我的那些人。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带着好人榜上的那些好朋友去鄙视坏人榜上的那些小朋友，直到有一天，什么时候改变了？我转学了，我到了一个新的班级上。因为我又黑又瘦，当时还比较瘦小，我成为了新的班级上坏人榜的一员。你知道吗？孩子看待世界，他很喜欢用好坏去看待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远没有他们想象那么简单。他们为什么看待世界会这么简单？无非就是童话世界告诉我们，巫婆是坏的，美人鱼是好的；他告诉我们，王后是坏的，公主是好的；他告诉我们，胖虎是坏的，大熊是好的。可是真实的世界比这要复杂得多。我知道对方会问我，复杂的世界不就变得不美好了吗？不就变得冷酷了吗？恰恰相反，我小时候会经常问我妈一个问题，我会指着影视作品或者童话故事里一个人物，我问她这个人物是好的还是坏的呀？我妈回答我，人没有绝对的好坏。其实这句话当时我还听不懂，直到有一天我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说巫婆这么可恶，她拿毒苹果去毒那个公主，她雇猎人去杀那个公主，你凭什么说她不是一个绝对的坏人？我妈告诉我，那是因为可能在巫婆小的时候，她因为自己长得难看，曾经被漂亮的姑娘欺负过。她之所以在今天这么敌对那些美丽的姑娘，是因为她曾经因为她自己丑陋的容貌受到过伤害。胖虎为什么要伤害大熊？也许只是因为当他还是一个小胖墩儿的时候，别人用自己的力量在欺负他。这一刻，他觉得世界更复杂了，但完全没有变得不美好。因为他学会了理解每一个邪恶背后的原因，他学会了理解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他在很小的时候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所以，我想让我的孩子，如果我以后有的话，我希望他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其实，在孩子的生长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父母必须把他们当小孩，但是他们特别排斥父母把他们当小孩看。父母总是觉得自己的标准可以把他们置于小孩的境地当中，会觉得小孩有的该懂，有的不该懂。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把他们当小孩看，当你暗示他们你不把他们当小孩的时候，他们会有多大的自尊和满足？在恋爱当中，我成长最大的时候，不是前女友抛弃我的时候，而是我妈在我15岁恋爱的时候，第一次跟我说：“你那不是早恋，你那是正常的心理的现象，我愿意跟你来聊一聊。”
在人生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刻，你当然要把他当小孩。15岁恋爱的我妈没把我当小孩吗？但是她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她不把我当小孩看。这件事情需要一个起点，需要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在哪？题目告诉我们了，就是童话。为什么它是一个起点？因为它最容易作为一个起点。我想把我的弟弟带进电影院，看完了《复仇者联盟4》之后，当他问我打完响指之后真的会产生那么大的破坏吗？我告诉他不会。但是你要相信，就算世界上没有钢铁侠，你也要相信 Tony Stark 那颗勇敢的心。我要告诉孩子，我只想告诉他，从小你的爸爸妈妈就没有把你当小孩看，因为你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孩，因为你一直都在成长。谢谢。好，好，好。只有几个小时准备的稿子可以说到那么好，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哎，我觉得他就是很多人眼中的童话，因为很多人找不着这么懂事的妈。你妈什么时候能来一场？好，来，反方二辩，赵英男，加油，加油！这个凌月刚才说的非常好，但我有一点非常奇怪，别人家的小孩天真活泼，你的小孩温柔慈悲。这也太奇怪了吧！回归到这道题上面来，得是什么样的父母才会无聊到告诉小朋友童话都是假的呢？我没有孩子，但是我有一个东北的侄女丽丽。丽丽，我为了测试这道题啊，前几天我就回家，我就跟我侄女说，我说，哎，丽丽，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童话都是假的。她跟我说。你咋这么贱呢？这句话作为我的第一个论点，送给正方。我们来分析一下，你告诉孩子童话是假的，会带来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孩子没法上课了。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有45个童话故事，你昨天刚在家告诉他。童话都是假的，他今天上学还怎么有感情的朗诵课文啊？而且他会觉得周围的小朋友非常愚蠢。联欢晚会排演白雪公主，小红演巫婆，小晴演公主，你的孩子演什么？他什么都演不了，因为他觉得都是假的，他只能报幕，带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别的小朋友在台上演得非常享受，他在一边敲木鱼，太假了，太假，他显得特别不融入。显然，他主持的也很痛苦。父母总是以为这个道理，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懂，但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该懂的道理，到时候他自然会懂。小女孩不会一直卖火柴，到了初中，她就用酒精灯了。来，再来。刚才对方凌月说了一个点啊，说什么？即使你可以告诉他哈利波特不存在，当然你仍然可以相信哈利波特带来的那种爱呀、那种精神。我觉得你们真的高估了孩子的承受力。某一天夜晚，你照常给他讲着他最爱的白雪公主的故事，你终于忍不住了，你跟他说：“孩子，白雪公主不存在的。”他慢慢的回过头来，瞪大着眼睛看着你。突然他冲出去了，过了5分钟，他穿着你去年给他买的白雪公主蓬蓬裙。谁是假的呢？这咋是假的呢？气氛突然变得有一些诡异，还有一丝尴尬。你们都思考了一下，是啊，它有形象，有传说，各种媒体上也都能看到，但就是不存在。为什么呢？他哭了，因为从那之后，白雪公主不再是陪他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而变成了一个只有传说没有肉身的女菩萨。他真的分不清，凌月，他真的分不清。他无法像我们大人以为的那样，可以将童话形象、故事情节和寓意价值分得那么开。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在奇葩说的好朋友李思恒，他比较特别。他小的时候喜欢的一个童话人物，确切来说是神话人物，叫白素贞。
他小的时候吧，就喜欢垂着手指盖在头上，坐在家里打坐以获得能量。尤其是在被同院的小朋友欺负气不过的时候，他跟我讲，在他看来，白素贞就是力量和坚强的代名词。那是他在6岁时候的信仰。其实我们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模仿吧。我们在怕黑的时候会穿上奥特曼的衣服，双臂合十发射光线。我们也会可能会拿着水冰月的魔杖转着圈变身，变到一半突然忘词。我们不要小看童话，因为童话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精神榜样，那是他们的信仰。如果你今天把榜样摧毁了，又谈何精神呢？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拿到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想问大家，我们小的时候真的会思考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吗？或者我们有哪一刻发现了水冰月或者奥特曼不存在呢？应该记不得吧？我们有因为长大后发现童话都是假的而恨这个世界吗？应该也没有吧。我们反而会觉得那段真的信以为真的时光是最快乐的。特别好。对于小孩来说，童话是他们进入成人世界的通道，只是被做成了可爱的滑梯的样子。如果你们今天觉得滑梯的出口太残酷，那是滑梯出口的问题，为什么要摧毁这个滑梯呢？最后，我突然想到了一首诗，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想分享给大家一首小诗。这是一个8岁的小朋友写的，叫《挑妈妈》。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妈妈。看见你了，觉得你特别好，想做你的儿子，但又觉得自己可能没那么幸运。没想到，第2天一早，我就出现在你的肚子里了。听到这首诗，你会跟他讲：孩子，童话都是假的，人出生之前不是住在云彩上面的。他会跟你说：你咋这么贱呢？轻松一点，轻松一点。这个其实是一个反讽啊。赵英男，你好好的煽情，你咋那么贱呢？来，双方请开杠。加油！加油！好，先开先杠，从正方开始。英男，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告诉他童话是假的，为什么一定等于摧毁他的相信？因为小孩分不清楚。如果你告诉他，他爱的哆啦 A 梦也是不存在的，那你相当于告诉他，他永远不会成为大雄。非常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别。你认为孩子什么都没法分辨，而我相信孩子正在成长。我告诉他 Tony Stark 不是真的，但那个响指代表了他的勇气，他分得清，他会做一个有勇气的人。孩子永远都会成长，孩子一直都会成长，但这不代表在他们非常小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童话都是假的。到底多小算是小？我就是认为，不管多小，他都正在成长，他都正在分辨这个世界，他能分得清楚 Tony Stark 是假的。我也相信他能分辨世界需要他来做一个有勇气的人。好，我非常认同你说的这句话。所以孩子一直在成长，所以我们父母要一直陪伴着他，引导着他成长。我们不能在他很小的时候一股脑一刀切的告诉他，孩子，童话是假的，而是对他进行更多的陪伴。很好，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不一下子告诉他不就完了吗？童话你慢慢的告诉他总是假的，不就可以慢慢的告诉他道理了吗？请注意审题，不要偷换概念。我们讲童话都是假的，不要离题。都是假的也可以慢慢告诉我。来，我们全场观众给正反方投票，5、4、3、2、1，反方3票胜出。很好了，很好了。来，赵英男加杠。我觉得决定英男今天发挥的非常好，观点非常棒，然后表演非常的完整。好，那个2遍过后，现在是43比57啊。
来，两位带队导师，开杠还是摔跤还是还是二排？双方导师怎么已经开始要动手了吗？他刚才说那个演戏的那个部分，恰恰说明我方的观点。其实你明知那个戏是假的，是可以演的，这是问题所在。小孩的纯真和他的聪明，这两者怎么区分？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真实的故事。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崇敬的经济学家。当我儿子1岁的时候呢，那个老经济学家跟我小孩说了一句话，我永远都记得。他说 "Don't grow up, but I know you won't listen to me." 他说你不要长大，但我知道你不会听我的。他希望这个小孩永远不长大，这是大人的心愿，因为好玩。但他说我知道你不会听我的，你会长大的，你会明智的，你该走你的路。我觉得薛老师这个故事非常好。我不希望你长大，但是你会长大的。我不告诉你童话是假的，你早晚会发现的。孩子自己会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聪明的多。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慢慢自己发现他长大的，没有道理。刚刚那个就很荒唐，说什么哦，早晚他要发现，那我们就作为家长，我先告诉他，对不对？就知道你要去外面挨打，我先把你打一顿。什么道理？什么道理？没有道理。在家里打人的人，在外面就会被人打，所以在家里管教比较严，外面处境就比较好。知道这个道理吗？你有小孩吗？哎，我能说一个吗？只有我认为那个童话其实也没有多好嘛，就是你会想象，你早上起来睡着觉，突然一只鸟过来，哎，早上起来来了，就是那种，就是你在那个，就是你们家突然间你走着走着过了一个湖，然后一眼睛过来说，跟我一起跳个舞吧。你就特别想早上起来睡会儿觉，你想把那鸟打死，然后呢，你身边有个湖会唱歌，你想给它摔碎了。你最恨的是哪个童话？我最恨的是哪个？我没有恨哪个童话，我只是觉得童话也没什么值得纯真喜欢的。我想说的是，就是那个睡美人儿，如果一睁眼亲她的那个男的长得没有那么帅的话，结果会什么样？这不就是猪八戒跟嫦娥的故事？对。或者是那个怪兽把那个公主给逮走了，其实怪兽很不容易的，你不觉得吗？啊，对，是还得飞呢，因为这个。对，我突然想起来我要说的是什么，对不起。最终的一个我的观点是，童话故事都是为了卖钱用的。哎，然后对，你们以为什么哆啦 A 梦，你们以为那什么钢铁侠，那就是那人接了一活儿。别人给他一个钱，然后说你给我画一什么，然后他就画出来那么一东西。他即使是一个活儿，接完之后让很多同学们有了童话的想法，那就跟我有很多写歌的人接了一个活儿，抚平了很多人的创伤是一样的。对呀。我大家不要看那么重，其实它就是一活儿，你明白吗？就这么一个道理啊。我特别喜欢大老师这种纯真的思想，他不会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给左右，他怎么看世界看得很真。圣诞老人经济学里面就有一门专门的，就是圣诞经济学，它就是造出来为了卖东西的。还有那个一颗永流传的那个钻石，也是后来造出来的。太对了，对，因为骗人才叫童话。对，如果童话不骗人的话，那怎么那叫实话？中国实话那是。是的。现在进入3遍时间。3遍是先从正方3遍，梁秋阳开始。大老师刚才说的其实非常对，童话老实说没什么美好的。我其实一直不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美丽的公主跟帅气和有钱的王子在一起这件事情非常的美好。你们在生活当中没有见到过吗？难道生活当中的公主不是就跟王子在一起了吗？难道她跟我在一起吗？也不可能。所以童话这件事情非常的现实，因为写童话的人都是现实里来的人。唯一可能稍微有点落差感的是灰姑娘，对吧？她本来是不是很好看，也不是很有钱，但她还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因为她得到了一件史诗级装备，叫做水晶鞋。所以，童话的不美好不来自于它的细节，它的细节跟现实没有什么差别。童话的不美好来自于它给人的错觉。
他在告诉你这些美好的内容的时候，让每一个小孩子误以为他们是主角。我们不能是麻瓜，我得是巫师啊！我怎么能不是仙女呢？我怎么样也得嫁给王子啊！所以，这才是童话真正骗人的地方。而你越沉溺于童话当中的美好，你就越难面对现实中注定的不美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心疼，我们不想让孩子那么早接受到这种不美好，对吗？那个滑滑梯最好越长越好。可是你知道吗？戳破这种美好不是一件很悲剧的事情。当你以为童话是真的的时候，你没有再相信那些美好。什么叫相信啊？相信是你知道了童话是假的，你还愿意相信那些美好。什么叫勇气？王子救公主，勇者斗恶龙，那不叫勇气。我知道我不是王子，我还是去救公主。我知道我不是勇者，我还是愿意去斗一斗那条恶龙。我知道我们对这5个人都是新人，第6季奇葩说我们也不会是 BB King， 这个舞台的主角光环永远不会打在我的头顶，可是我还是愿意来这边打这场比赛，努力争一个输赢，这才是勇气。你说你知道童话是真的，你相信这些美好，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知道童话是假的，我还是愿意相信他们，这才了不起。什么叫相信爱情啊？有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座城堡，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童话是真的。可是现实是什么？现实是，你是一个银行职员，月薪大概8000，你嫁了一个程序员，月薪12000、13000，你们在城郊的出租屋里面，但是你们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买得起房子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有个孩子，他会上学，会在你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帮你们拿拖鞋。你知道吗？这些事情，直到你们7老80的时候，大概率还是不会实现的。可是妙就妙在，直到那个时候，你们还相信，这才是相信的力量。生活像一口枯井，童话只不过是井里面的倒影。可是站在井边的我们要明白，影子是假的。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的手还是牵在一起。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发现我没有谈什么孩子？因为我觉得这道辩题不光是打给孩子看的。当我们在思考童话的意义的时候，当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思考的其实是成年人的一种失望。我们为什么特别不想告诉小朋友童话是假的？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发现童话是假的了。为什么要告诉孩子童话是假的？是因为我们不光想让他们听个故事，我们还真的希望他们相信那些东西。只有当一件事情不存在的时候，你才会需要去相信。而如果童话一直是真的，他们只不过是知道了而已。我们曾经相信过努力一定会有回报，我们曾经相信过善人一定会有善报，我们曾经相信过真心不会被辜负，只要我足够的勤奋，我早晚能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东西。而我们最后会发现，这个世界不完全是这样的，它没有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梦幻。但是没关系，重点在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勇者斗恶龙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传说中的勇者受到了神的眷顾，斩杀了恶龙，救出了公主。但是这不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故事。我听过的最动人的故事是，公主已经死了，但是屠龙的少年还在燃烧。哪怕是一点微小的火苗，也一次又一次的燃起，直到遍体鳞伤，直到泛起微笑，因为这才是平凡人生中的英雄梦想。谢谢大家。我小时候看那个公主斗恶龙，不是公主斗恶龙，公主斗恶龙是什么东西？是王子斗恶龙要救公主的时候，当时我第一个想法，我追个女孩这么麻烦，太烦人了。你为什么会自觉的把自己就放到了恶龙的那个位置上呢？我觉得我是个王子。王子。好，那正方3辩，目前3票。来，我们有请反方3辩，傅首尔。我们一个一个来。高明说，与其相信童话，不如创造现实。
我想问你，没有想象力哪来的创造？童话是孩子想象力的重要来源，否定童话就是否定想象力。林月告诉我们，父母要告诉孩子童话是假的，是为了让他觉得自己聪明。我想问你，是父母告诉你童话是假的，你觉得自己是聪明，还是自己发现会觉得自己比较聪明？ Yes. 我不告诉我儿子童话是假的，就是给他机会聪明。好，还有。秋阳说童话给人错觉，我觉得这是解读的问题。如果你正面解读错觉，它就是希望。刚才秋阳后半段一直在用童话的情节说我相信，这个相信就是童话播下的种子。好，在我说我们的观点之前呢，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队伍。一遍，一个美丽的可爱的小仙女。二遍，傻儿子，一个吃了激素的彼得潘。我，一个瘦了的巫婆，更加刻薄。你们还相信童话是假的吗？童话是虚构的真实人物，是虚构的真实世界。不光童话是虚构的，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如果你以真为标准，你们家小孩就没有书可以看，他唯一可以看的是薛兆丰经济学讲义。林月和秋阳说的都很好，对不对？但他们就是没说告诉孩子童话是假的对真实生活有什么帮助。为什么他们不说呢？因为没有帮助。孩子在读《青蛙王子》，你非要跟他说青蛙不能变成王子，对生活有什么帮助呢？你是怕他半夜路过池塘，非要跳下去表白吗？大灰狼跟小白兔跳舞，哎，你告诉他不可能，狼会吃兔子，那是你想象力不够。我们开场之前都能互相加个油，动物开饭之前怎么就不能跳个舞呢？对孩子的智力要有一些基本的信心。现在的孩子用得着你告诉他童话是假的，他不告诉你活着是一场错觉就不错了。哎，我就对我儿子说，丑小鸭不可能变成白天鹅，它经过努力只能变成丑大鸭。我儿子说，妈妈，他不用努力也是丑大鸭，你别想骗我努力。亲子节目里的小孩说，妈妈好漂亮啊，像童话里的公主，好想娶她。我看了我儿子一眼，他冷笑一声问我，这种苦我爸一个人受还不够吗？我们家小孩在他们班绝对不是最狡猾的，就这帮孩子，你告诉他童话都是假的，不就暴露了自己缺心眼的事实吗？给他们一个最完美的理由，放下书本好好吃鸡，是不是？而且我跟你们说，也不必告诉他是真的，因为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你不理解，我们有时候让他看会儿书，不是为了讨论什么，就是想要六根清净。亲子的时间太多了，我们需要一些闭嘴的时间。第二，你们老说童话是假的，童话是假的，会不会是自己想太多呢？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你谈了一个男朋友分手了，怪童话骗你。你是哪国的公主呢？你只是一个女的，童话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一个女的爱上一个男的，他们可真幸福。是你没逻辑，还是童话没逻辑？我跟你们说，童话逻辑严谨，寓意深刻，你没看懂，就是因为你没看懂。灰姑娘的水晶鞋就是为了告诉你，爱情就像鞋子一样，合脚都容易掉，更别说不合脚。穿不上去硬穿，只会疼死自己。哎，那他为什么12点钟必须要回家呢？你们想过没有？他12点钟必须要回家，是为了告诉你，在男人面前该消失时最好马上消失，他们才会回头找你。哎，对了，对了，海的女儿是为了告诉你，即使你为了爱一个人，把尾巴变成了双腿，天天困在厨房里，但是只要你愿意穿回那条鱼尾裙，你仍然是那个最漂亮的美人鱼。每个人对童话都有不同的解读，你13岁看童话，跟你30岁看童话的感受又不一样。如果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童话都是假的，这相当于一种剧透，是快进了他的成长。不告诉，是为了陪着他一起去分辨、去思考，这种成长的惊喜才是母子一场的风景。第三，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大人应该做那个比孩子更加相信童话的人，因为现实迟早会恶狠狠地扑向我们。我告诉你们，成年人的幸福往往就在于他保留了多少童真和梦幻的部分。
我小时候跟我妈妈住在米仓里，米仓里边有很多老鼠，我晚上睡觉非常害怕。我妈就跟我讲了一个童话，她说米仓里的老鼠会在夜里给乖乖睡觉的小孩送来糖果。我每天早上醒来，我的枕边都有一颗彩色的水果糖。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个故事。每次我看到米老鼠，就会想起我小时候在米仓里认识的那些老鼠。我相信很多小孩都收到过他们的礼物。什么是真？什么是真？我们的勇气和爱来自哪里？那就是最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不会告诉我儿子，童话里都是假的，因为只有在童话里，善恶到头终有报，努力的人都会得到幸福。被继母虐待的女孩可以遇见王子，连根棒子都没有的男孩能够战胜巨人。离开的朋友总在你最需要时出现，逝去的亲人变成星星对我们眨眼。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关心你了，你难过时还有天上的云为你落泪，你沮丧时还有路边的花为你加油。我们的人生不需要相信这些吗？我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相信这些呢？今天你们将童话的童理解为儿童，而我理解为最初的人。如果你经历现实的种种磨砺，再看回童话，还会相信它是真的，你还是那个最初的你，你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儿子他遭遇了现实的打击，他对现实感到失望，他来问我，他说妈妈，难道童话里都是假的吗？我会告诉他不，那一切的美好都是真的，只是你还没有遇到。童话从来不是谎言，它是现实灵魂的救赎。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如果现实给了你一张坚毅苦涩的脸，请你一定要留住心中那颗童话曾经给你的最甜的水果糖。谢谢大家。好。小柏今天终于找回状态了，我觉得很优秀，很优秀。非常完美的表现，完全回来了。双方3遍请开杠。秋阳先开先杠，45秒时间，开始。童话是假的，是否影响它的美好？童话是假的，当然影响他的美好，因为他所认知的童话世界里面的每个人物都是他心里真实的存在。你告诉他是假的，他从此就不会想看童话。动画片也是假的，他为什么想看动画片？因为动画片有趣，所以你就肯定了童话的存在必要，是因为它有趣，而不是因为它真假与否，对吗？你说的很棒，因为童话的存在必要不是它的真假与否，而是它的美好和有趣。所以我们可以一边告诉他们是假的，一边让孩子继续看童话，去学习里面的真假。好了，秋阳的意思是说呢，在孩子看童话的时候，我们必须不停地注解。那你为什么不写一本真实的童话给他看呢？还有，在以后没有你的陪伴，他都不可以看童话跟动画片了，因为你要在旁边不停地说是假的，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不是，我是告诉你，童话虽然是假的，可是你要相信里面的美好是真的。如果童话是真的，他永远只会抱着童话去思考，而不会自己去选择值得相信的。正方时间到，还有时间，没关系。时间到，来，我们要给双方的3遍进行一次投票。3、2，很棒，1，来，等会儿加杠。即便在对手的角度，我也觉得他讲的既有趣又有道理，在有限时间之内带来了最爆炸的效果，我觉得很厉害。好，那最后我们给今天的正方和反方做最后的投票，开始投票。5、4、3、2、1， 4票，反方4票胜出。好危险！小雨姐，你们不要每次都哭吗？我没说，不要每次都哭吗？来，反方派1个人来获得我们京东大礼包。谢谢。来看一看这个京东大礼包是什么啊？京东说的是，童话虽然是假的，但是京东愿意陪你单纯一辈子。来一辈子。好，谢谢京东。教授和蛋哥2位
谁先开始啊？邓兄先。啊，别，您来。其实我觉得双方的观点其实是一样的，都说这个故事就是假的。而且呢，如果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假的，而你自己的小孩还以为它是真的话，那真的要告诉他，而且父母告诉他真的是最好的人选。我觉得经济学里面，我上课的时候最喜欢说的是，人有一个最神奇的现象，人愿意付钱进电影院里面去看一场悲剧，明知它是假的，你愿意付钱进去受骗2个小时。而且受骗呢，不是得到快乐，而是得到痛苦。你说这个悲剧真好，我哭了6次，再出来觉得很爽。人对虚构的事物有一种强烈的需求，这是我们的真正的人性。为什么呢？因为人跟动物不一样。我们跟一只猩猩说，我们做个交换，我给你一根香蕉，你把手上的棍子给我。猩猩可能会愿意做，因为他看见眼前的这根香蕉，他就跟你做交换了。但是如果人跟猩猩说，你把你手上的棍子给我，我下辈子给你一根香蕉，猩猩是不会愿意的。有没有人会愿意的？有啊，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愿望，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下辈子的事情，他愿意。为什么？因为人有想象力。这是人跟动物的最大的区别。人为什么需要想象力？因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量的物质财富，它不是一瞬间做成的，它是靠迂回的、长期的劳作才能够建成的。如果没有这种想象力，没有这种梦想，对神话、对预言、对传闻的这种信念，人很难把它拢起来去做这么一个长期的事情。你们见过那些教堂吗？100年都没修成的教堂，它名字这辈子我是看不见的，但它还要修，不断的修，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这个信念。人对虚假的东西、虚构的东西有强烈的需求，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我们从小培养这个小朋友长大，让他培养一种能力，在真与假、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灵活的切换。这是一种从小就应该培养、终身都应该拥有的能力。这种能力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我们给小朋友床头讲故事的时候开始。这有什么那么难的吗？应不应该告诉小朋友故事是假的？当然应该告诉他是假的。首先很重要一点，你就是跟他做朋友，跟他做第一个告诉他真相的朋友。我自己带2个小孩，他们从小就知道玩的东西是假的，但是一点不影响当中的趣味。他们不愿意吃饭，又有什么办法？我最灵的一招就是无底深潭的游戏。舀一碗饭，这是沙子、石头，我要放到一个洞口里面啦，放进去，他就放进嘴里面，一定还在，一定还在，等一下还在，他就把它吞进去了。你看啊，怎么会没有了？我再试一次。假的，但它好玩吗？好玩极了。好玩。我也想要。真与假，其实我们小朋友只有从明白真与假的那一刻开始，才算学会欣赏什么叫虚构的作品。谁来引导他做这个事情最合适？父母。所以，童话故事是假的，父母要不要告他？应该告诉他。谢谢大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好吵的，因为薛老师刚刚讲的是我准备的第一个论点。因为我们人类确实是需要虚构的，需要故事的，我们就是靠着故事凝结在一起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神话学，有什么民族志之类的，所有这方面的学者都会告诉你，一个民族的神话是成就这个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的源泉，让你们凝聚在一起。薛老师最后落脚点落在说，我们要区分真与假，才怎么说？才长大了。但你知不知道假的东西啊，戏啊、电影啊、故事啊，好玩就好玩在你必须相信它是真的，它才有作用。你不相信它是真的，它就没有作用了。而且相信是很有力量的。薛老师刚刚讲了很多经济学，
啊，区不才，讲一点法学。我刚刚在楼道里还跟那个詹青云讨论了一会儿，法学上有一个叫自然法的概念。自然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古罗马时期，这些罗马人他觉得我们人类的智力写得出来的法律都是不行的，但是在神或者说在自然有一种叫自然法，它高于我们的成文法。那个是我们不能达到的，但是我们制定法律就要向那个靠近。这就很像童话，童话的世界我们是不能达到的，但是我们要向着那种善恶分明、向着好人有好报的世界去靠近。这个自然法它就是依据于逻辑的，不基于什么经验的，人人就是生而平等的，啊，就是有财产权、有自由权、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当年大家知道林肯。他当总统的时候，在国会，这个国会里所有人就吵这个架，他这个解放宣言呢就推动不下去，吵了好多天架。后来有一天，林肯来了，他也没有带任何法律条文，什么也没弄，他就拿了一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他说，所有的几何学、数学都基于一些很简单的原理，比如说所有直角都是相等的。那为什么人人不是平等的？他说完这句话呢，最后解放宣言就通过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它很有力量。你觉不觉得它很像一个童话故事？我们很需要这样的童话故事。我告诉大家，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告诉我童话是假的，是我女儿告诉我的，3岁。她天天告诉我，现在我们假装我们玩小红帽。我们假装干什么？这是3岁的孩子可以用的非常纯熟的概念，所以你千万别觉得孩子需要你告诉他，孩子的能力是什么？孩子的能力是他能够兼容真假，在现实和虚拟的世界当中自由穿越，在他的概念中没有真假这个概念，只有我们成人天天纠结真假对错，需要奇葩说来辩论，所以这是一个能力的退化。根本轮不到大人去告诉他真假，他在那个真假之间自由跳跃的状态，是他那个对世界的开放性。而我们成人要想获得这样的境界，我们需要很多年的修炼。所以我就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当然跟我孩子告诉他，这是假的，他都告诉我是假的，我难道还不配合他吗？我为什么要假装这事儿我不知道呢？当然要从小跟他沟通，我要向他学习在真假之间自由跳跃。我们可以放弃孩子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个成人世界的话题，很有意思啊。你比如说，西方经常有人指责中国，认为中国人不信神，好败坏啊！你们中国人否定一切，这说是假的。我们中国人没信仰吗？有啊，远古的神话传说，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童话呀。你看我们民族童话都讲什么？盘古开天，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还有什么愚公移山，还有什么后羿射日。你发现没有？你发现没有？中国所有远古神话、上古神话都有一个特点，叫明知磕不过就要死磕，一个模子打出来的那个东西。所以你说我们，这是我们。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失去小孩子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我们越长大越喜欢活在那个世界里。我很喜欢一个清朝画家，我就有一次有机会，我就买到了一幅他的画，画了一个莲藕。然后有专家到我的家里面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说：“你这幅莲藕是假的，不是这个清朝画家画的。”然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把它卷起来，把这个卷轴卷起来就收起来了。然后后来这个专家就替我找到了一幅这个清朝画家的真品，后
他说我这次已经找到一幅真的了，可是画的不是莲藕，是别的。我也觉得很棒，然后把2幅放在家里之后呢，我把真的那一幅收起来，我把那个假的莲藕挂出来。我还是喜欢那一幅莲藕，它给我的安慰比较大。我不在乎它是真的假的，我在乎的是我从它当中得到的力量。如果有注意我在社交平台上的表现的人，会发现我关注人的数量非常大，就是那一个社交平台能够容忍你关注多少人，我就关注多少人，因为那个就是我想要享受的事情，我想要认识所有我好奇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每次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个对方就会透过讯息问我说：“蔡康永，你是真的吗？”然后我就回答说：“我是假的。”然后对方就会吓到，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是我这个回答是真心的，我是假的。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假的，就是大张伟出那么多音乐作品，上那么多节目，能够真的遇到他本人，在路边看到他，摸到他，说大张伟你是真的的人非常少。我是真皮的，你摸我啊！能够摸到李诞、摸到郑宇兄的人都非常少，所以大家都只透过书的封面、杂志的封面、节目、网络看到我们。我们对他们来讲，在与不在无法求证。这一场辩论，你们心里面都各自怀着不一样的主张，可是为了完成这个仪式，我们用尽全力的表现。观众会认为我们在吵架吗？当然不会。观众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可是他依然从当中截取到了他要的力量。所以我其实很反对揭露偶像的真实生活。我们需要那些偶像。你为什么要揭露薛教授？他作为一个学术偶像，你不用揭露他另外一面给我看，那不是我要的，因为我截取的力量不在于那一面。他私生活如何，我不想知道。我不是特别讲你啦，就是说所有我们台上的人，我都不想知道大家的私生活，因为我需要我来自大张伟的力量，来自李诞的力量，都是我需要的，而不要知道那些破坏角色设定的力量。就是说完了，我们就都是假的人，就是我们不存在，我们是虚构的。可是我们给了真实的力量。所以如果你要这么执着于真假，你第一个不会越活越明白，你会越活越辛苦。所以呢，我很庆幸我们人类有即使不在乎真假，都依然得到力量的这一个天赋。我喜欢这个天赋，谢谢。康永老师这个特别有感触，就是我觉得那个越长大就应该活得像个小朋友。是因为之前我跟彭磊，咱们通过那个节目，我们俩不是加了微信了吗？对。我们俩这么多年啊，所谓什么摇滚啊，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我们俩在微信里聊前几句，谁也没聊过音乐，但是我们俩交流的第一件事是玩具。就是他把他的玩具那个图给我看，我把我玩具图给他看，就是其实聊那些都没有用，就是你就感觉，你就莫名其妙，你就会觉得他就会喜欢这个，然后我就会喜欢那个，我们俩就会聊这个，然后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吧，就是您说那个纯真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是都不用说什么，然后我们好像就知道对方喜欢什么，我们应该为什么而在一起去做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越应该长大了，越应该像个小朋友。所以你说那个纯真和我们字面上理解的那个真，也不完全是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道题目就是蛮蹊跷，也是蛮精彩的地方，就是他拿一个我们大家都一定会认为它是好的东西，比如童话，来放到了假的对立面上。就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对我们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很多词，会产生多一层思考。比如说，我们说真善美是好的，假恶丑是不好的，这没问题。但是我们想一想，真善美当中，大约只有善是共同的。真在你那儿真，在我这儿未必哦；在你那儿美，在我这儿更加未必。假恶丑也就只有恶是我们的共同追求。我相信这个台上的所有人认真讨论这道题目，就是因为我们对善恶是共同的，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真和假，且不论美与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真和假有没有时间性？记得我们题目里面有个叫做要不要告诉小朋友，什么意思？就是在那个时间里要不要告诉他。其实童话不是我们的选择，童话是剩下来的唯一可能性。
如果我们的童年没有童话，我们能有什么？我们到长大之后才会需要更多的经济学的东西。但是，当3岁的罗振宇的女儿告诉他说我们假装什么的时候，教授的话再精彩，他未必听得懂。所以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小朋友对话，才是更多的要去考虑的东西。这个时候，真假美丑自然生长，只有善和恶是需要大人更多的帮助他们去吸取的。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英国的间谍小说作家叫约翰勒卡雷，他有一句话我特别欣赏，那句话改变了我很多。他说：“凡事都有一个与一望而知不同的真相。”这句话对我的改变特别多，我觉得尤其在奇葩说这个现场，也许跟大家分享才多多少少有点意思。谢谢大家。大老师要把这个全场 MVP 的这个杠送给谁？我要送给他第2位叫什么名儿？他妈特别棒那位，陈灵月。陈灵月他妈的儿子。对。我要把这个杠精送给你，因为我觉得你妈是个明白人，能聊天的年轻人多了去了，明白的妈可少了，你明白吗？哎呀，我们要进入淘汰时间了，是吧？正方1、2、3遍，请你们逐一起立，我们请全场观众投票。来，1遍，请给冉高明投票。5、4。冉高明让我想到了第1、第2季的潇潇，有趣也有道理，所有的层面都有。3、2、1， 84票。来，2遍，陈灵月。5、4、3、2、1， 88。好高啊！这来3遍，梁秋阳，请给梁秋阳投票。5、4。秋阳是一个非常勤奋、非常有潜力的选手。他的边锋是我很喜欢的，重剑无锋又很温润如玉的感觉。2、1，不要吧。44票。能不能把导师先给淘汰了？真的很热，是不是？真的很热。你们鹅战队选出了队长吗？秋阳，就是他。为什么不给淘汰导师啊？是我带队不利，先把导师给淘汰。不，因为带队不利，所以更应该接受煎熬。秋阳其实在整个奇葩说前面的比赛当中一直是可圈可点，但是今天可能是连续作战，确实观点并不清晰，尤其是在1遍和2遍都有良好表现的情况下，所以秋阳成为在这个赛段鹅战队被淘汰的下一位，也是第2任队长。谢谢秋阳。辩论赛的胜负是一件非常清晰的事情，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也很公正。然后今天确实如马老师所说，有尝试我不擅长，但是我很想在这个舞台上尝试的东西。那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我还会继续尝试。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带给大家一场足够精彩的比赛，但是我相信我的队友还会继续努力，继续完成这个使命。谢谢大家，再见。谢谢秋阳，再见。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有能力拒绝的人，不要让你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一个看似小小的红包，是我们这个星球对每一个做过好事的人最大的认可。
它不是经济的补偿，它是以经济补偿的形式向他们每个人发出的一封薄薄的奖状。奇葩说第6季复活榜已经开启，所有观众可以通过登录爱奇艺 APP、京东 APP、微博，为喜欢的选手投票。哦，秋瑶太可惜了。如果继续待在奇葩说里，他其实是有机会展现不一样的观众的吸引力。季如走了，齐涵走了，最后是秋阳走了，连续3天几乎淘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最强的3个人。前面可能还有什么沮丧啊、挫败，今天已经是无力了，因为连续输3次。我觉得薛老师这个战略现在真的很难，后面的时候每一支队伍的人只会越来越精英，他们就会越来越难。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触底反弹的时候，所以他们之后的路应该会一路高歌猛进，加油！